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后半生，我发现顾伟对林志君一见钟情。后半生，请多多指教。顾伟和林志君即将开始同居生活，他们两个人虽然没有捅破窗户纸，但他们的心里显然有对方。最近我在回放余生，请多多指教第1集后发现，顾伟对林志章一见钟情。顾伟和林志章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，当时顾伟被顾小强拉到酒吧喝酒，借口是庆祝生日，其实是想找个理由出去泡妞。林志章也是为了33，因为他刚回国，大家在酒吧见面。顾伟和顾小那一桌正好看到林之航这一桌，那是林之阳第一次喝酒，辣得他把舌头都吐出来了。这一幕顾伟居然看到了，还冷笑了一下。而后顾小给顾伟介绍美女，顾伟一一解释那些美女的缺点，还说建议他们去看医生。这个景象是站在顾伟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的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到林之学校，这说明林志学校还是引起了顾伟的一点注意。后来林志胜为了躲避父亲，拿起顾伟的衣服遮住头，两人拉扯之间，林志胜倒在了顾伟的身上。以顾伟的洁癖，他肯定会把林志胜推开，但他似乎没有。从那个对人的镜头来看，顾伟显然已经动了真格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对于顾伟这样的禁欲主义者来说，他是不可能和女孩子有丝毫亲密接触的。突然有女孩子这样亲近他，他自然会有一点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女孩长得还不错，长在他的审美点上。一目了然。第二天，林志子跟着母亲去医院看父亲的检查结果是否正常，恰好遇到了顾伟。这时顾伟戴着口罩，所以林之阳没有认出他来，但顾伟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其实以顾伟的性格，他完全可以不理会林志章，毕竟这和他没有关系。或者他可以直接和护理站的护士说话，但是顾伟却选择了最诡异的方式，给保卫科打电话。我想问，哪个医生会闲到让安全部门带走一个没有造成任何麻烦的年轻女孩？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拨这个号码吧。后面他还直接摘下了口罩，让林志军认出了他。这显然是为了制造第2次相遇，给对方留下更深的印象吧。如果说在酒吧里顾伟只是对林志军有一点好感，那么在医院的第2次相遇，顾伟就真的把这个女孩放在心上了。在高医生的背后打电话，真正对这个女孩动心的是顾伟，还是高医生背着林建国给他的家人打电话？林建国去找高协医生看结果，高协医生看完后说没事，只是简单的胃溃疡。林志章去偷看结果时被顾伟撞见，他顺便看了一下林建国的病历。看完后他没有请示高协，而是直接给林建国的妻子打电话，说要他们来医院，建议再做一次胃镜检查。试想，按照正规程序，顾伟不是应该先跟高医生说吗？按照剧中的关系，如果他这么说了，高医生也不会反对的。但是他却直接干涉了高医生的工作，但他却直接插手这个案子，其实还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与林之阳见面的机会吧。果然，当林志章和他母亲把林建国送到医院时，他们认出了顾伟。要知道，这个时候顾伟已经决定转系了，还想帮助林志章，说到底还是因为爱情。所以顾伟对林志章已经是一见钟情了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。毕竟他没怎么追过女孩，怎么会知道心动的感觉？可一旦知道了，他又好像不懂了。等着看他们继续甜蜜下去。众所周知，余生请多多指教改编自柏林石江的同名小说，原小说中顾威和林志孝有一段番外。最后顾伟和林志孝结婚了，结婚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合法夫妻。此时顾伟和林志章也过了7年之痒，有了一个漂亮的孩子，今年3岁，已经上幼儿园。两人甜蜜地打开林女士留下的第7封信，表示要带孩子去看她。顾伟对工作越来越认真，林志胜也举办了自己的朗诵会，夫妻俩其他方面都很成功，此生无憾了。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顾伟和林志胜一起陪着孩子，到了回家的时候，
顾伟抱起孩子，林志生走在他身边。一家人的照片被定格在一个非常幸福和美丽的地方。看完大结局余生，请多多指教的结局并不坏，观众们都被顾伟一家留在夕阳下的幸福背影所感动。愿顾伟和林志孝幸福一生，也愿每一个普通人，你和我都能健康、快乐、安全地度过余生。02余生番外60，顾伟的偏爱。虽然顾家和林家的亲戚不多，但也是为了让林志章在这几天好好休息，不用应付那些不必要的应酬。顾伟和李女士商量后，通知他们的亲戚不要来医院探望，等出院后再给大家报喜。所以在他们住院的几天里，只有双方父母在那里照顾他们，偶尔三三他们也会过来陪陪林志章。所以林志章除了身体有些不适外，这几天过得很轻松，很舒服。在医院住了几天后，一家人拎着大包小包回家了。李女士抱着孩子，顾伟扶着林志章。整个房间挂满了气球装饰和彩灯，三三手里拿着一大数字。他并不惊讶，只是没想到顾伟会做这样的表演。但他想多了，顾伟自然不会做这种事。相反，他自己也有一瞬间的惊讶。是三三来找他，说是要给林志学准备一个欢迎仪式，毕竟他是他们中第一个升格为母亲的人，所以要给他足够的仪式。只是他没有想到会如此隆重和盛大。另一边，三三和尹喜已经把一大束花塞进了林志学的怀里。林志学被这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惊呆了，但他还是很高兴能得到朋友们的祝福和他们的心意。林志学小有感动，三三也不忘调侃：学校，你看还是有一个好朋友吧，老公没有用。还带着嫌弃的眼神。林之阳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顾伟，顾伟没有解释，无奈地耸了耸肩。他也不在意这些，一来三哥知道分寸，二来他很清楚林志章并不介意这些，不是装的，而是真的不介意。顾伟想的没错，他是真的不在意，因为在其他地方，顾伟给他的安全感并不比这些表面的形式更让人心动和放心。但闺蜜们给他的表面形式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没顾得上林志孝一会儿，他们就已经围着小易坐了起来。小易现在刚好醒了，虽然孩子小，但这些怪阿姨们逗他玩，他也下意识地撅起嘴，或者用小拳头在脸上摩挲，一副很讨好的样子。两个老阿姨咯咯地笑了起来。林芝无奈地看了看顾伟，顾伟露出了期待的表情。这两个人不是来找他的，显然是以他的名义来找萧逸的。林志学跑到顾伟身边，对他抱怨道：现在他们都只关心萧逸，连我都不关心了。顾伟点了点额头，宠溺地说道：我不在，你放心吧，你一直是我关注度排名第一的。这是顾威给林芷雪的勇气，因为从林芷雪怀孕开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顾威都在林芷雪的身边。当大家都在关注小易的时候，顾伟在照顾她；当大家都在关心小易好不好看、可爱不可爱的时候，顾伟在问她还有哪里不舒服。习惯了这一切的林笑，自然不会在意其他一些外在形式。况且，顾伟也不是不懂浪漫的书呆子，他只是不善于在外人面前秀恩爱。虽然这样说，但顾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了最大的爱，那就是顾伟对他的偏爱。这种偏爱谁都看得出来。在遇到顾伟之前，他虽然和家人有一些矛盾，但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很清楚家人对他的爱，所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。当他遇到顾伟，嫁给他，离开原生家庭，失去父亲，他以为自己会沉浸在痛苦中，但顾伟给他的爱填补了这个缺口。但顾伟给他的爱重新填补了这种缺失。但顾伟对他的爱是一种偏爱，一种将他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区分开的偏爱。这就是为什么林志书不会因为别人而感到失落，现在他坚定而自由地生活着。03与杨紫互动后，落花时节又逢君疑遭除名，刘学义这生日挺糟心。近日，知名女艺人袁冰妍偷漏税一事曝光，共计罚款97.8万元。事情发生后，袁冰妍并没有像之前邓伦那样被处理得干净又及时，只是工作室在发表道歉声明并缴清罚款后没有后文了。袁冰妍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出面回应，而且截止目前，袁冰妍的全网账号也都还在，也不存在什么禁言封禁一说，所以广大网友对于该事件的走向很是关注。
7月6日是欢瑞世界艺人刘学义32岁的生日，他发文称：“这个32岁的小伙子，愿你继续努力工作，热爱生活，不卑不亢，心怀阳光。”同时，刘学义还晒出自己收到的粉丝所写的信，表示需要时间慢慢看。评论区下面，好友杨子也是送来祝福，祝好兄弟生日快乐。刘学义回复有：“您今年挺上心呐。”杨子表示也是突然听别人说，就赶紧拿起了手机。刘学义喊话杨子4个月后见。据悉，刘学义目前正在拍摄古装剧《长风渡》，而杨子正在拍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，可能等到两人都杀青后，会私底下抽空聚一聚。网友调侃杨子每年都迟到，今年竟然如此准时。杨子以前还在欢瑞的时候，经常跟刘学义合作，从青云志到龙珠传奇，再到天机之白蛇传说，过去多年，两人还能友情加固，实属难得。因为袁冰妍，刘学义这几日也成了热议对象，成了网友心疼的对象。因为他跟袁冰妍主演的古装剧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原本是马上要播了的，可现在袁冰妍出了这事，作品肯定会受到影响。刘学义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当了回男1号，最后还不能播，心里难免不好受吧。不过落花时节又逢君官微倒是在刘学义生日当天也送上祝福，也是袁冰妍在被曝光后更新的首条物料，配文：生辰快乐，万事无忧。一开始评论区被冲，全是提及能不能播的问题和一些嘲讽的话，不过现在官微开启精选了，只有粉丝为刘学义送祝福的一些留言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刘学义生日这天，芒果 TV 也是开启了分享会。有人发现，在芒果台2022年双平台大剧节目预排表中，已经找不到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这部剧的消息了，疑似已经被除名。具体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安排，就要看后续方案了。不过袁冰妍正在拍摄的《狐妖小红娘》被曝也已经将她换掉，由祝绪丹接演女二。袁冰妍此次金额虽不如之前几位的那么多，但其实性质是一样。袁冰妍在出演《琉璃》后便走红，之后便一口气接下3部古装剧，祝青好播出后反响不错，还成为了国产口碑高分剧 TOP 10。还有2部就是没有播出的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和《倾城忆清欢》。若落花真被除名，《倾城忆清欢》怕是也要受挫，一人错便毁了2部剧，对其他演员来说也太不公平了。不得不说，刘学义这生日过得挺糟心，许的愿望是努力拍戏，可拍完后又不能播，心血付诸东流。有网友指出，让杨子来补拍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，让刘学义去补拍《青簪行》，好兄弟互相帮忙吧，这建议也是没谁了。不管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还能不能播出，都希望圈内的艺人演员们真的是要洁身自好，引以为戒，一旦出错便没有回头路可走，害了自己不说，更是牵连了很多无辜的人。04拍戏差点进医院，香蜜中最敷衍的一场打戏，被网友吐槽的不像样。都2022年了，还有谁没从香蜜名场面走出来呢？当初可是让人看得心肝疼，也让杨子留下阴影。不过却不是因为太投入，而是高达56度的高温。这一场戏可以说是全剧最高潮的部分，紧密在润玉制造的假象中给了旭凤致命一击。杨子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，为了更完美的效果，丝毫都没有演的成分，将自己完全的带入了角色，甚至演完还久久不能出戏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去演，而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做出了当时现场的反应，所以我觉得演得还挺难受的。不过这并不是最令演员痛苦的，因为拍摄的是仙侠剧，许多的场景都是需要在摄影棚。香蜜拍摄的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摄影棚更是达到了常人无法承受的56度。在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情感必须连着才能入戏，中间是不能有停顿的。后来那场戏份拍完之后，杨子身上几乎已经全部湿透了，像洗了澡一样，汗已经跟洗了澡一样的，睫毛也掉了，然后妆也花了。到后期我的脸都看不了了，甚至有工作人员调侃杨子是被热哭的。不过在高温下拍戏最难的就是饰演穷奇的演员，为了让身上皮肤看起来真实，化妆时间有时候就3-4个小时，想要不耽误拍摄时间，有时凌晨3点多就得起来化妆。在拍摄的时候还要时刻注意，不能因为擦汗把妆容弄脏，可以说是非常艰难。别看穷奇出场的次数不多，每次出场都是带着 BGM，
但是饰演穷奇的演员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在花絮中还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老师的队伍中。然而同剧组饰演扑哧君的演员，因为拍戏差点进医院。香蜜中最敷衍的一场打戏，当时被网友吐槽的扑哧君在和旭凤的一场打戏中，两个人拉着彼此转起了圈圈，当时被网友吐槽的不像样，认为打戏敷衍，却不知道这是拍摄的最艰难的打戏。因为扑哧君是朝下的，于是只能给扑哧君穿上威亚直接头朝下倒吊，还要旭凤在下边抓着才能完成看似比较敷衍的一场打戏，穿着威亚衣然后倒吊起来，然后动员在下面有2只手牵着我的手，然后转燃，然后转很多圈。站在原地上的演员还好，扑哧君被倒吊着之后，因为拍摄的时间比较长，再加上还需要转圈，不一会儿脑袋就开始充血。就连旭凤在转完圈之后就倒在地上，更别说饰演扑哧君的林浩洋，被放下来之后整个脸都是红的，缓了好久都没有缓过来。导演甚至着急地说用不用去医院，但是饰演扑哧君的演员却不在意，表示一会儿就好。他在剧中被吊起来的戏份，只能说扑哧君也实在太难了。当然他的演技也不是盖的，看似吊儿郎当，实则将恩义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扑哧君，直接被他演活了。香蜜刚刚上映的时候，林浩洋饰演的扑哧君因为整容被喷惨，不过他并没有遮遮掩掩，反而是大方地承认，后期也还是靠着演技扳回一筹，毕竟演员没演技才是原罪。同样都是虐待仙侠剧，为何只有香蜜沉沉烬如霜成为了经典，直到现在也还碾压一众仙侠剧？看完制作团队的大手笔就知道，当初为了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，制作团队都准备了几年的时间。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某些仙境，竟然都是实景拍摄，剧组花费大量的时间才将所有的场景搭建完毕。在剧中有一场紧密追着旭凤的戏份，大片草地和花海真的是像在仙境中一样，当时观众们都以为是特效，不料最后花絮放出全部都是实景拍摄，就连忘川河都是实景。香蜜在拍摄过程中使用的道具品种近6000种，而道具采买自中国30多个城市，其中有从景德镇采购来的瓷器和黑陶，有上海采购来的丝绸，还有东洋的红木、湘西的香樟木等等，可谓是跑遍了大江南北。而导演更可谓是细节控，就连演员的一根头发乱在不该乱的地方，都会让再来一条。造型师更是结合剧中的人物，所有的服装都先做了大样小样，演员穿上后进行裁剪，全部确定好之后再做正式服装，不允许不贴身，只要有一点点瑕疵就要求重新去做。锦觅因为性格温顺，于是在剧中的服装都是偏淡色系更多一点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仙气飘飘。其中旭凤身上的战袍耗时时间最长，结合了凤凰的特征，要既不影响演员发挥，还要做的帅气，其中就经历了无数次的返工，最后做到连一根线头都看不见才罢休。魔界、仙界还有人间造型的风格都有所不同，这样花费重金和时间打磨出来的造型，贴合剧中所有人的身份和性格，发型也没有像其他仙侠剧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反而留点碎发更显灵动。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塑造角色，并不是仅仅为了看着有仙气，也正是这样的出发点才塑造出美轮美奂的画面，让观众一看就停不下来，剧情更是紧凑不拖沓，比起现在服化到拉垮演员、哭泣还有滴眼药水的仙侠剧，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，也难怪香蜜能够成为经典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